仙门下山选弟子那日，爹娘偏心，上下打点将姐姐送进天下第一宗凌云宗修仙，把我卖给春山宗当仆役，自生自灭。谁知不到1年，魔族偷袭，凌云宗被灭，春山宗一夜崛起，成为天下第一大宗。姐姐蓬头垢面，狼狈逃窜，遇到了风光无限下山选弟子的我，他眼神怨毒，趁我不备，一剑刺入我的胸口，杀了我。再睁眼，我们一同回到了仙门下山那日。这次姐姐不顾爹娘反对，死活要进春山宗。我笑了，我知道姐姐也重生了，可是姐姐崛起的从来不是春山宗啊！姐姐死活要进春山宗时，我就知道她也重生了。前世她天赋不够，爹娘砸锅卖铁卖我换钱，也要将她送进凌云宗，只为她有一个好前途。如今凌云宗过来接人，白婉死活不肯去，爹娘在旁边苦口婆心。婉婉，凌云宗可是天下第一大宗，你去了就是人人敬仰的仙人，多好啊！是啊，而且林氏爹娘都给你打点好了，退也不能退。重来一世，白婉依旧是娇蛮任性。白婉捂住耳朵，眼珠一转，盯上了我。白冰，你天赋差，姐姐向来疼你。凌云宗这样的大宗，姐姐就让你去，即便当个杂役，你也收益颇多。春山宗这个小宗门，我便带你去，如何？我没有说话，在这个家里，我向来没有选择。不行，婉婉，爹娘立马变了脸色，出声阻拦，却被白婉架起胳膊带进了屋内。看着紧闭的房门，我嘴角露出一丝笑意。原来白婉也重生了。上一世，白婉欢欢喜喜、风风光光地进入了凌云宗，谁知不到1年，魔族诞生魔王，深夜偷袭。凌云宗元气大伤，苦苦坚持数月，最终不敌，直接被灭，只剩下零散仙人逃散出来。而彼时，春山宗一跃取代凌云宗成为第一大宗，我更是得了春山宗的机缘，成了人人敬仰的冰月仙子。白婉极度疯魔，一柄淬毒的利刃刺入我的胸口，想将我取而代之，却被我反手震伤，同归于尽。没想到我们居然双双重生回宗门选弟子那日。这一世白婉这么想去春山宗，那我自然是要成全她。她不知道崛起的从来不是春山宗，而是我。天知道，在春山宗的那些日子，我无数次幻想进入凌云宗的是我就好了。这次美梦终于成真了。半个时辰后，3人出来，爹娘目光依然凝重，却不像刚刚那般愁眉不展。白冰，婉婉心疼你这个妹妹，将这大好的机会给了你，将来你若是有所成就，要时刻想着今日是谁给了你机会。爹娘偏心白婉没边，就算是现在也不忘敲打我。我低头应声，机会？我从来没有机会。同是爹娘的女儿，我得到的都是白婉不要的，若非灵石不能退，大概我又会被卖到哪个小宗门吧。白婉站在台阶上，一脸倨傲地看着我，眼里满是幸灾乐祸。就这样，一身破旧衣衫的我被带到了凌云宗的仙人面前，爹娘撒泼打滚，讨价还价，最终硬是成功从仙人那里要回了1半灵石，交给白婉当做零花钱，代价则是我成为凌云宗的杂役。我并不在意，虽然重来一世，白婉依旧是正式弟子，我依然是杂役，但是白婉有一句话说得对，凌云宗是第一大宗，就算是个杂役，我也能学到不少东西。而春山宗就不知道白婉这个娇滴滴的人受不受得住了。凌云宗和春山宗挑选弟子结束时间在同一日，爹娘围着白婉嘘寒问暖，细心叮咛，一个眼风都没有给我。周围的弟子身旁亦是爹娘温情相送，唯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格格不入。忽然，我的视线被一只风车遮住，负责接送的仙人蹲下身，举着风车，笑盈盈地看着我。不会停止转动的小风车，试试。我有些呆愣，没有想到凌云宗的仙人竟是如此平易近人。前世春山宗的仙人皆是捧高踩低，尖酸刻薄，我都忘记了。我一开始想象中的仙人就是这个样子的。见我迟迟不接，蹲在地上的仙人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是不是有点幼稚？我连忙接过，摇摇头，手指轻轻抚着风车，一字一字说道：谢谢，我很喜欢。再没有更喜欢的了。似是没有怎么安慰过人，季萧师兄苦恼地皱皱眉头，笨嘴拙舌地安慰我：你别伤心，悄悄告诉你，你天赋不错，只要你通过考核，你就是正式弟子，不会做杂役的。还有宗门里的人都很好的，你不要紧张。谢谢师兄，我没事的。我将风车小心翼翼收好，露出一个真心实意的笑容。我的天赋确实应该不差，不然前世也不能成功带着春山宗成为天下第一大宗。走之前，白婉特地过来看我一眼，见到我怀里隐隐露出的风车一角，白婉嗤笑一声，用口型对我说了一句话：蠢货，你就等死吧。我淡淡一笑，既然占了重生的先机，我便不会让这样好的凌云宗落得前世的下场。既然他不知道珍惜，那么我就来珍惜。仙门巍峨，云雾缭绕，我和199名仙门弟子站在演武场上，敬畏又充满着期待。一个仙子飘然而至，一身紫衣，高贵优雅。欢迎大家进入凌云宗，你们现在都是凌云宗外门弟子。1个月后，凌云宗会对你们进行考核，考核成功即可成为凌云宗内门弟子。3项考核分别是心性测试、修为测试、天赋测试。对了，我叫石秋雨，你们也可以叫我秋雨师姐。加油，祝你们成功！1个月后，期待看见你们所有人哦。
说完，他俏皮的眨眨眼，高不可攀的仙子瞬间变成邻家大姐姐。季萧师兄带我们领了衣服、修炼资源，还有修习手册。也是这时候我才知道，季萧师兄居然是掌门大弟子。看着他忙前忙后的样子，一点也没有大弟子的架子。告别季萧师兄，我进了屋子，一个娇俏的红衣少女正坐在床边。我了然，这就是和我一起住的弟子了。简单交换了姓名，我拿起书看了起来。叶兰也凑过来看，但很快就圆溜溜的眼睛就不在册子上了。白冰，你来凌云宗修仙是为了什么？我是为了杀死魔族，维护正义。你呢？我吗？我手指顿住，有些茫然。前世我努力修炼的初衷就是让自己过得好一些，这一世呢？我不知道。哦，叶兰点点头。没关系的，爹地说修仙的意义是要一步步完善的，没有谁一开始就知道的。你喜欢吃什么啊？我喜欢吃百花糕、芙蓉酥、吉祥果、桂花糖藕。叶兰掰着手指，一样样数着，眼睛亮得发光。说着说着，她从自己带的小包中拿出一小盒蜜饯递给我，心疼又认真地说道：“这是我偷偷带进来的，我和你分享，你不要去告状呀。”我刚想摇头说自己不吃，就被叶兰强硬地塞了一个进嘴里。你已经吃了，那就不能告状了。叶兰后来又叽叽喳喳说了很多，直到半夜才四仰八叉地睡去，睡颜娇憨。我给她盖好被，初到凌云宗心底的些许不安忽然就散去了。凌云宗，我呢喃着这几个字，在叶兰身边同样睡去。凌云宗给开设了讲堂，每日都会有不同的长老来指导修行。今日恰逢是凌云宗掌门，我拉上睡得迷糊的叶兰，朝讲道堂飞奔而去。掌门长得仙风道骨，只是眉眼似乎有些熟悉，但我又想不起是谁。我和叶兰来得早，我挑了一个靠前的位置坐下。不多时，讲道堂就坐满了人，来得晚的人只能站着听课了。精炼有力，深入浅出。随着掌门一点点的讲解，我前世野路子修炼时的疑惑纷纷得到了解答。直到掌门离去，我还是意犹未尽。下午，我按照掌门所说修炼，一路顺畅，毫无磕绊，甚至很有余力继续修炼。晚上，讲道堂安排时，师兄师姐答疑解惑。这个月轮值的是秋雨师姐。我和叶兰去的时候，季萧师兄也在那里，不知道和秋雨师姐说着什么。师姐为我指点了一下我修炼时的小漏洞，又教我一个简单拿的小术法，恰好就是使风车始终转动的那个，不算难，就是一点小巧思。季萧师兄尴尬地挠了挠脸，看天看地。叶兰在旁边则是露出八卦的神情，和季萧师兄嘀嘀咕咕一会，成功抠出来2块糕点。除了修炼的顺畅，在叶兰每日的八卦之下，我知道了很多事情。我知道了掌门嘴角缺了一撮胡子，总是喜欢眼唇说话。大长老喜欢喝酒，一喝酒就不分东西南北，每次都走到六长老那里。叶兰告诉我，她怀疑大长老根本就没有喝醉，大师兄是实力最强的，但是秋雨师姐一直力志超过他，然后把大师兄这个不解风情的压在身下。还知道了叶兰是掌门之女，这个不是他告诉我的，是我自己发现的。单纯天真的叶兰根本藏不住话，哪个刚进来的外门弟子会知道凌云宗这么多的内幕？而掌门和叶兰眉眼有7分相似。日子如流水一般过去，1个月的时间很快过去。考核前1夜，我实力突破了炼气5重，这是我在春山宗1年都未必有的成果。演武台上是熟悉的秋雨师姐。考核开始，通关条件：心灯不灭。台下的我们每人分到了一盏青绿色的小灯，按照要求，我咬破指尖，滴入1滴血。秋雨师姐眨眨眼，悄悄提示你们一下，看破幻境的方式就在你们心里面哦。随着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我的意识被拉入一个虚无空间。你姐姐将来就是凌云宗的仙人了，你进春山宗，将来也能帮衬一下婉婉，这是你的福气，别不识好歹。养了你16年了，如今就是为你姐姐付出一下都不愿意，真是养个白眼狼。我艳羡地看着白婉离去，在爹娘的骂声中背上春山宗众人的行李，走上崎岖的山路，挑水、除草、擦地、做饭、洗碗、跑腿。到了春山宗，我日日做着这些活计，宗门中人稍有不顺心，便会拿我撒气。克扣饭食是家常便饭，时不时还要跪在山门前守夜，直到白冰，你可知罪？一个老人闭着眼，摸着自己的胡子，沉声问我。我跪在地上，梗着脖子。白冰无罪，盗用宗门至宝，你还敢说你无罪？贱人！尖酸刻薄的声音从另一侧传来，这是春山宗掌门的侄女，平日里也是他看我最为不顺眼。这是无主之物。昨天我当时正饥肠辘辘的在山下挑水，今晚那3大缸水挑不满，我就没有晚饭吃了。一团五彩一芒不知怎么的忽然飞入了我的口中，剧痛袭来，我直接晕了过去。再次醒来，我从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一跃打通了7经8脉，成为了一个筑基强者。见我不服，掌门大弟子阴阳怪气道：哟，
这么硬气，只是觉得自己踩了个狗屎运，成了金凤凰，觉得咱们这尊小庙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了。没有，心中却升起一股淡淡的违和感。掌门淡淡开口：白冰，你本是一杂役，是我春山宗给了你如此机遇，我便收你为正式弟子。另外，杂役已是历练，你便继续兼着吧。既是同门师兄妹，你有此机遇，理当同享。你便每日取一碗心头血，以供师门众人修行，你可愿？哐当一声，一把匕首落在我的面前。掌门虽是询问，但是语气不容辩驳。我缓缓拿起匕首，心中的违和感越来越重，到底是哪里不对呢？鲜血流出，心脏处一阵阵抽痛，一众人立马贪婪地拿出玉瓶来接。冰冰，你疼不疼啊？带着哭腔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恍惚间看见一个红衣少女捧着我破皮的手上药，不对，不应该是这样的。我的同门是看见我身上一点伤口都会心疼的不行，急吼吼冲过来给我上药的可爱女子。不是她，我的掌门是会认真指点我修行的幽默老头，而不是现在这个千方百计不让我修炼的老东西。我已经有了最好的师门，最体贴的师兄师姐，最可爱的朋友，这不是上一世了，幻境。破！冰冰，吓死我了！你的灯差一点就灭了。叶兰冲过来把我抱在怀中，语气带着几分担忧。师兄师姐看我过关，也露出祝福的表情。是啊，这才是我的朋友，我的同门，纵是掌门之女，亦没有一丝跋扈，为人真诚、善良可爱。我向旁边看去，有些吃惊，心灯竟然灭了100多盏。看出我的疑惑，叶兰凑在我的耳边小声跟我说：凌云宗最重视的就是这一关了，心性坚韧优良的人才能真正修行，不然也是培养出祸患来。别担心，后面2关以咱们俩的修为很好过的。对了，你幻境里看到什么了？我看到了魔族，该死的，他们居然想让我做内应，我一刀一个把他们都杀了。说着，叶兰得意地翘了翘嘴角。魔族，这1个月我一直在查探魔族的消息，可惜一无所获，除了各地一些零散的魔族作乱，没有任何线索。我不敢大张旗鼓地探查，我怀疑凌云宗内有魔族内应，不然以凌云宗的实力，魔族不可能那么快攻下凌云宗。如今距离魔族攻上来仅剩下9个月时间，还是要早做打算。如叶兰所说，剩下的2个测试我们很顺利的就通过了，中间出了个小小的插曲。掌门说我的灵根有损，40幼年时被人伤害过，比别人的要更脆弱2分，难怪我修行时腹部总会隐隐作痛。我暗暗记下，心中有了一点猜测。前世我死时，白婉凑在我耳边的话响起：我得不到的，你也不配得到，毕竟你只是一个……后面的话我没有听清，就失去了意识。想来后面的话就是答案了。今日，叶兰抱着她不知道从哪里装满的零食小兜，颠颠跑过来和我分享最新的八卦。冰冰，春山宗出天才了，和我们一样的年纪，却到了筑基期了。我从修行中睁眼，如今我也拜入了掌门门下，修为日渐增进。掌门特地为拿各种珍稀药材配了药包，用以修复我受伤的灵根。叶兰这个傻丫头一拜师就紧张兮兮的和我坦白了身份，生怕友谊就此破碎，浑然不知自己早就暴露了。不过为了不辜负她这份紧张，我收走了她一袋糕点，太甜了。掌门他们限制叶兰吃零食是正确的。听着叶兰的话，我恍然，算时间，已经过去4个月了，那株仙药也该出世了。叶兰怂恿着我一起去看看，一边吃一边想起什么似的，从零食兜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对了，冰冰，你的信。我打开，微微挑眉，是白婉的信，看来她是特地向我炫耀的。我看向一旁跃跃欲试的叶兰，我记得春山宗那边有一个双人任务，炼体8重可接，这样咱们去春山宗也算名正言顺了。还是你聪明。当晚，大师兄和秋雨师姐黑着脸暴毙看着我们2个，2人行变成了4人行。新晋天才白婉是我姐姐的事情，自然也没有瞒过他们。叶兰更兴奋了，有师兄师姐带路，不一会我们就到了春山宗。听说我们是来自凌云宗，春山宗掌门一改前世的死人脸，笑得牙不见眼，招待师兄师姐喝茶。我则是和叶兰去见了白婉。白婉衣着华丽，神情骄傲，像一只开屏的花孔雀。前世的师兄师姐们围在她的身边，眼里是谄媚和不易察觉的嫉恨。也是爹娘那么疼爱她，她的待遇自然不会和前世的我一样。你成了内门弟子。白婉看着我身上内门弟子独有的令牌，眼中闪过一抹嫉妒，但很快他就得意起来。既然妹妹做了内门弟子，那么就要负起应付的职责，面对魔族时不要临阵脱逃才好。许是想到了我被魔族撕碎的画面，白婉眼中得意更甚。叶兰在旁边忍不住愤愤出声：凌云宗弟子只有战死才不会逃跑，你胡说八道些什么？我笑了，轻拍叶兰的手，安抚了一下。上一世白婉估计只是个外门弟子，面对魔族临阵脱逃，所以才能够活下来。所以姐姐，你说的是我还是你自己？你。白婉目光惊疑不定，难道你也？我不说话，只是笑。白婉很快镇定下来，凑近我，语气恶毒：就算你也重生了又怎么样？你就等着被魔族撕碎吧，我才会是那个被万人敬仰的仙子。我刚要说话，师兄师姐就冷着脸出来了。春山宗掌门在旁边笑得一脸谄媚，
白婉极具天赋，若非是凌云宗，我们是万万舍不得的，只是少了一个天赋卓绝的弟子。春山宗损失极大，还望凌云宗帮衬一二，这就是妥妥的准备拿白婉换资源了。师姐声音带着寒意，掌门不必多说，我们尊重白婉的意见。若是白婉当真进入凌云宗，我们必会有所补偿。还没等师姐问话，白婉急忙忙说道：“我不去，天下第一大宗又算什么？实力才是硬道理。没有实力，凌云宗弟子依旧是。”师兄眼神凌厉地瞪过去，白婉最终还是咽下了那几个字，不过看向我的时候却又是一脸高傲，神情说着：“看啊。”天下第一大宗还不是求着我过去？又一次询问得到拒绝后，师兄开口：“凌云宗绝不做强人所难之事。既然白婉不愿，还是算了，我们还有任务在身，就不多留了。多谢掌门款待。”我嘴角勾起一抹笑，最后的机会，白婉失去了。他自以为掌握全局，却没有看到身后掌门的怨恨，同门的嫉妒。春山宗的人都是蚂蟥。白婉没有给他们换来优质的资源，那么这群蚂蟥自然是要趴在白婉身上吸血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就是见到了白婉对我的态度，怕我伤心，叶兰往我怀里塞了不少零食，最后甚至把零食都给我了。我哭笑不得，再三保证自己没事，才让叶兰放下心来。回到宗门后，我见到了一个不应该在这个时刻见到的人，萧玉林，掌门二弟子，我的二师兄。上一世凌云宗出事的时候，萧玉林在外执行任务，逃过一劫，在知晓宗门遭遇后，萧玉林为了报仇做了邪修，最终和魔王同归于尽。上一世我与他曾有一段交情，我说帮他复仇，被拒绝了。他请求我的唯一一件事是他死后让我把他的骨灰埋在凌云宗附近，但是不要埋在凌云宗里面，凌云宗不接纳邪修。萧玉林挑着一双桃花眼，轻笑道：“你就是师父给我收的小师妹，这么花痴可不太好。”我已经顾不得萧玉林说什么了，我冲过去抓住萧玉林的衣袖：“你为什么提前回来了？”萧玉林有些摸不着头脑，但是看着我认真的神情，还是认真回道：“师父说收了个小师妹，我任务恰好完成就回来了。蝴蝶效应，我的重生或许会导致一些事情发生变化，时间更紧张了，我必须早做决断。”我将萧玉林带入我的房间，萧玉林一脸羞涩：“小师妹，我知道我长得好看，但是你这样，不太好吧？虽然二师兄也可以配合你。”我翻了个白眼，紧张的情绪被他打断。上一世怎么没有发现萧玉林这么不要脸呢？我问他魔族的事情，萧玉林终于不再和我插科打诨，正色道：“魔族最近确实有些古怪，都朝东南方赶去了。要不是师父给我传信说先收个小师妹，我定要查探个究竟。”我心下一沉，或许魔王已经出事了。仔细问了萧玉林关于魔族的所有事情，我愈加确定魔王已经出事。我将脑海中的线索一一理顺，匆匆去找师父。身后萧玉林一直在捣乱的喊：“小师妹，你怎么能如此狠心，用完我就丢？”因为和师父说的事情有点过于离奇又事关重大，师父带我去了密室，我将前世的事情编成梦境全部告诉了师父。如今距离前世魔王偷袭只剩5个月，但是这个时间极有可能提前。说完之后，师父沉默不语，我忐忑不安，不知道师父信不信我。师父叹了口气：“此事不可不信，近期我却有闭关之意，也有派长老们下山巡视的想法。若真如此，魔族已出魔王，偷袭确实有可能覆灭凌云宗，但是凌云宗应该不会那么快落败。”我硬着头皮开口：“或许凌云宗有内奸。”师父的眼神一下子凌厉起来。内门弟子才有可能透露出关键信息，但是能通过心境测试的皆是没有问题的人，更何况心境测试是1年1次。我连忙补充：“也有可能是被魔族控制了，自己没有察觉到。我也联系长老们过来商议。等等吧。”长老们到齐之后，我将事情又说了一遍。在师父的示意下，我隐去了可能有内奸的事情。听完之后，密室陷入沉默。大长老看向我：“娃娃，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可以解决？”凌云宗是天下第一宗，我从不觉得凌云宗被灭是因为弱小。上一世魔族不过是抢占了一个偷袭的先机，又趁虚而入。这种情况下，凌云宗尚可以抵抗数月，并保存火种，更何况是这一世。大长老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哈哈大笑，拿起酒壶豪饮一口。没错，这才是我凌云宗弟子。魔王又如何？魔族赶来，我们就让他们有去无回。六长老冷哼一声：“少喝点酒，今晚再走错，老娘打断你的腿。”大长老嘿嘿一笑，又悄摸地喝了一口。掌门右手掩唇，没好气地轻咳2声：“行了，就知道叫你们商议不出什么来，把外出历练的长老和弟子们都秘密召回。另外，开放物先迟，大家最近都提高警惕，魔族来了就打。散了吧。”我将大师兄送的小风车拿了出来，空气只有还在流动，就可以利用仙气维持风车的运转，这是风车永远不停的原因。比起大量的人力，我更希望可以用物力监测。大师兄和秋雨师姐在上面增添了一个报警装置，只要风车停止转动，就会触发警报。现在只差二师兄抓一个魔族回来试验一下魔气会不会使风车停转就好了。叶兰守在旁边跃跃欲试，说好了呀，待会抓回来的那个魔族交给我处置，谁也不许抢。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完全可以。魔气与仙气对冲，会使风车失灵，发出刺耳的警报。魔族既然想要偷袭，拿下凌云宗，数量一定少不了，魔气难免外泄。这样的话，完全可以节省人力。将改良版的风车交给师傅之后，我就抓紧去雾仙池修炼。在这里，修行速度可以是外面的3、4倍，可以最快的提升我的实力。我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希望一切来得及。小风车响的时候，我正在突破筑基，没有想到我们早有防备，护宗大阵开启，魔族一时半会竟然攻不进来。魔王面色发沉，明岁归来。明岁是五长老的名字，五长老是长老中最和善的一个，喜欢吃烧鸡，经常会偷摸给叶兰开小灶，连带着我也曾吃不少回。此刻五长老眼睛变红，直直地冲着护宗大阵冲过去。掌门和其他长老们不忍心下死手，边打边退，竟然真的让五长老寻了个缝隙钻了过去，打开了护宗大阵。一瞬间，凌云宗众人暴露在了魔族面前。魔王笑得猖狂，凌云宗压我魔族100年，今日就是我魔族报仇雪恨之日。魔王一把薅过五长老的头发，笑得玩味又轻蔑。没想到吧，你们的五长老早就背叛你们了，现在也不过是我魔族的狗而已。别动哦，动我就杀了他。掌门和长老们双目赤红，拳头紧紧地握在一起，甚至渗出了血迹。是啊，但是没有人告诉你，疯狗是会咬人的吗？五长老突然暴起，剑尖狠狠刺入魔王的心脏。魔王先是一愣，然后迅速反应过来，一掌挥退五长老。该死，你居然摆脱了控制，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五长老抽回剑，嫌弃的撇撇嘴，我这剑脏了，回去得洗。咦，居然没死，难道心脏长在左边？可惜了。掌门和其他长老们也一拥而上，笑骂道：行了，别拼了，我在下面差点就演不下去了，好不容易让你恢复了，可不是让你耍宝的，杀魔吧。我能想到的事情，诸位长老又怎么可能想不到？那日我离开之后，掌门和长老们就开始了查验。好消息是没有人背叛，坏消息了，五长老不知何时中了魔族稀有的迷魂花，为其所控。好在掌门曾经见过迷魂花，花费时间为五长老解了毒，顺带给魔族演了一出戏。护宗大阵再次开启，这次是瓮中捉鳖，我和叶兰提剑也冲了上去。我们实力不强，专挑那些落单的小魔族杀。叶兰终于实现自己修仙的梦想，杀魔族如砍菜切瓜，一刀一个魔族。而我也终于想到了自己修仙的意义，保护想保护的人，并且我做到了，因为早有准备，这场战争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美中不足的是，魔王的一缕分身逃了出去，但已不成气候。战争胜利第2天，白婉找上门来了，整个人面容憔悴，神色疲惫。他不懂为什么本该灭门的灵就战缺雪云宗取得了大获全胜，为什么春山宗没有像往年一样崛起，为什么他没有成为高高在上的仙子。他要求和我互换身份，语气高高在上：白冰，当初入凌云宗的本该就是我，你鸠占鹊穴许久，如今也应该还给我了。叶兰知道我对白婉这个姐姐没有情谊，毫不客气的一巴掌甩过去：你算什么东西，在冰冰师姐面前撒野。白婉捂住红肿的脸颊，不可置信：你敢打我？说着扬起巴掌就要打回去。我似笑非笑，这是掌门之女。白婉的手顿住了，白婉转头恶狠狠地瞪向我：你故意看我出丑是不是？我不置可否，确实。余光看到萧玉玲过来，我有些头疼，前世也不知道萧玉玲这么缠人，这么不要脸啊。白婉也看到了，白婉理了理自己的头发衣服，换上一副语重心长的口吻，柔声道：冰冰，姐姐不是贪图你的位置，只是姐姐毕竟是筑基实力，到时候对宗门的贡献也可以更大一些。我身上骤然亮起仙力，赫然是筑基期。现在你还有别的理由吗？白婉脸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当初你答应过爹娘，你今日的成就哪来的癞蛤蟆？长得丑，想得美。萧玉林瞥了白婉一眼，打断了他的话，直接凑到了我的面前：小师妹，我带你去凡间玩吧，过几日他们举办灯会，有情人都会去的。萧玉林眨巴眼，见我没出声，眼珠一转，立马盯上了白婉。我说冰冰今天怎么不搭理我？原来是你这个丑八怪扰了冰冰的心情。兰兰，把他轰下去，做得好，二师兄给你买糕点，不限量。他要是赖着不走，叫你师兄师姐把他打下去。萧玉林转头立马看向我：冰冰，我对你可是一见钟情，绝不会多看别的女人一眼的。白婉满脸屈辱地走了。我到底还是和萧玉林去了凡间。花灯节很热闹，景也很漂亮，如果不是爹娘跪在街上拉住我的衣角，我想这会是一次完美的出行。爹娘跪在地上，声泪俱下：小冰啊，你姐姐知道错了，她已经自废修为了，她现在就想当面求你的原谅，看在多年的情分上，你就见她一面吧，好不好？我垂眼看上地上的两人，想起了前世，上一世一向眼高于顶的爹娘屈辱的求我帮忙找到白婉，让她过回普通人的日子。可是接受过高高在上的生活，白婉就再也回不去过普通人的日子了。爹娘在感谢我找回白婉的茶水里面下了毒，白婉一把利刃刺穿了我的胸口，导致我们同归于尽。这次见面
爹娘又打算让我怎么为他们的宝贝女儿铺路呢？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淡淡开口，可以，只是你们要如实回答我的几个问题。夫妇俩对视一眼，眼里有着一瞬间的惊慌，又被压了下去。我拒绝了二师兄跟随的提议，随着他们去了茶楼，白婉就坐在我的对面，给我递来茶水。我笑着接过，然后反手灌入了白婉嘴中。不管有毒没毒，都是白婉自作自受，有点可惜，没毒，只是软筋散。白婉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祈求我的原谅，看上去实在是真心悔过。只是不知不觉间，距离我越来越近，我没有动作，也没有出言提醒。我想看看白婉究竟还有什么底牌。很快我知道了，魔族残存的高阶魔将，魔王的分身。白婉努力凑近我，就是为了让魔王的分身夺舍我，但是这具分身实在是太弱小了。不过一夕之间，世间再无魔王的痕迹。见状，白婉愣住了，大概是他没有想到魔王会如此弱小吧。我看向对面进来后一直没有说话的两人，我是你们亲生的吗？不要撒谎，不然你们就白发人送黑发人吧。两人刚要点头的动作顿住了，叹息了一声，摇了摇头，不是，你是我们捡回来的，在一对仙者夫妇尸体旁边。我点头，这么多年他们的偏心也算是有所解释了。我的灵根是怎么回事？说实话，你的灵根被我们挖出来过，见我面色不善。二人连忙解释道，但是后来我们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没有拿，只是用你襁褓里的药材给婉婉洗了一下灵根。我内心冷笑，至今我修炼迅猛时，腹部都会隐隐作痛，当年我只是一个婴儿，二人便能下得如此狠手，想来若不是不忍白婉受苦，我这灵根也早便没了。白婉听着我们对话，忽然暴起，贱人，你只是一个捡回来没人要的贱种，凭什么？再来一试，再来一试，我一定能。一截艳红的肉从白婉口中掉了出来。在夫妇俩战战兢兢的目光下，我又问了几个问题，随后便下了楼。我没有杀白婉，有些人让他活着，他会比死了还难受。萧玉林静静地站在我身后，将披风披到我的肩上，轻声问我，起风了，还看吗？要不要回宗门？我静静地看向萧玉林，有情有义，认真执着，我喜欢的点他都有，除了脸皮太厚让我有点烦恼之外，没有其他的缺点。我忽然开口，萧玉林，我答应了。萧玉林还有些懵，没有反应过来。我溜溜达达去前面买了莲花花灯，往日之事不可追，来日之路光明灿烂，我也该放下一切朝前看了。我回去参加了大师兄和秋雨师姐的婚礼，大师兄在那场大战中受了伤，终于被秋雨师姐压在身下开了窍，准备迎娶秋雨师姐。大长老依然喝酒走错路到六长老的房间，但是却很少被打出来了。我根据白婉爹娘的描述，找到了自己爹娘的姓名，为他们立了牌位，带着萧玉林一起拜的。叶兰抱着灵石，天天在我旁边问什么时候我也像大师兄一样办婚礼。我看了一眼旁边的萧玉林，快了。从凡间回来后，大师兄和秋雨师姐的大婚办得极其热闹，红绸挂满了凌云宗的每一座山头。大长老那天破天荒的没有喝醉走错房间，而是抱着2坛子最烈的桃花酿，坐在我为爹娘立的牌位前，絮絮叨叨的喝了半宿的酒。日子似乎又恢复了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安宁。萧玉林这家伙依然没脸没皮，每天变着法的给我搜罗凡间的稀奇小玩意儿，像块甩不掉的牛皮糖一样缠着我。可不得不承认，只要他在身边，我那颗曾经在春山宗被搓磨得千疮百孔的心，总觉得格外踏实。我以为我终于可以彻底放下前世的阴影，安安稳稳地做我的凌云宗亲传弟子。直到半个月后，我在雾仙池闭关，准备突破金丹期。原本一切都顺理成章，周遭的仙气如同百川归海般涌入我的经脉。可就在结丹的最关键时刻，我那曾被白家夫妇狠心挖出又随意塞回，一直留有隐患的腹部灵根，突然爆发出一阵撕裂般的剧痛。我猛地呕出一口鲜血，冷汗瞬间浸透了薄薄的单衣。紧接着，一股极其霸道、完全不受我控制的冰蓝色光芒从我气海深处冲天而起。那光芒带着令人心悸的极寒之气，竟直接击穿了雾仙池耗费无数天才地保布下的顶层防护阵法，化作一道巨大的冰柱直冲云霄。整个凌云宗的天空瞬间变了颜色，原本晴空万里的苍穹被厚重的冰霜覆盖，鹅毛般的大雪夹杂着冰雹倾泻而下，连护卫宗门100年的大阵都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嗡鸣声。怎么回事？敌袭吗？魔族又打过来了。叶兰提着他的重剑，连鞋都跑掉了一只，第一个踹开院门冲了进来。可他刚踏入雾仙池的范围，就被那股极寒之气冻得眉毛结冰，直打哆嗦。萧玉林紧随其后，他一向玩世不恭的桃花眼里此刻满是惊骇与焦急。他不顾那足以冻伤经脉的严寒，
强行催动全部灵力，硬生生顶着冰风暴冲到我身边，一把将灵气彻底紊乱，摇摇欲坠的我死死捞进怀里。冰冰，白冰，你醒醒，别吓我！他声音都在发颤，温热的灵力不要钱似的往我体内灌。空间一阵扭曲，掌门和几位长老也瞬间闪现。掌门死死盯着我身上尚未散去，正隐隐浮现出复杂古老图腾的冰蓝色光晕，倒吸了一口凉气。他激动的连平日里最爱捋的胡子都揪断了10几根，声音发着抖。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变异冰灵根，这股天地威压，这是古籍中记载的能冰封万魔的玄冰玉骨，这可是传说中隐世仙族的独有血脉啊！我靠在萧玉林怀里，捂着绞痛的腹部，大口大口地喘息着。随着那股被压抑了10几年的血脉力量彻底觉醒，我脑海中突然像被针扎一样，闪过一个极其悲壮的模糊画面。漫天绝望的风雪中，魔气翻滚如海，一对浑身是血、看不清面容的男女，用尽最后的一丝仙力，将半块玉佩塞进一个婴儿的襁褓中。女人凄厉的哭声仿佛穿透了时空，活下去，冰儿，活下去。随后，他们决绝地转身，以肉身迎向了无尽的黑暗深渊。那是我的亲生父母。我颤抖着手摸向储物戒，拿出了那半块一直伴随我长大却从未显露过神迹的玉佩，那是白家夫妇当年捡到我时唯一没能卖掉的东西。玉佩接触到我散发出的冰蓝色灵气，突然发出一声清脆的凤鸣，耀眼的光芒在半空中交织，镜头射出了一幅残缺却立体的星图，光点闪烁，最终死死指向了修仙界最危险、最深不可测的禁地——极北之地陨仙谷。与此同时，半空中飞来一道急讯符，负责巡视极北边境的季霄师兄传回了带着杂音的急报。掌门，极北之地突发异变，出现高浓度魔气漩涡，疑似上次大战逃脱的魔王分身正在那里寻找宿主，企图破开某种远古封印。我攥紧了发烫的玉佩，指甲深深陷入掌心，眼神从迷茫逐渐变得凌厉而坚定。我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他们当年到底在镇压什么？我的灵根为何会被人狠心挖出？还有那个阴魂不散的魔王分身，所有的线索全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师父，我借着萧玉林的力道缓缓站起身，擦去嘴角的血迹，直视掌门的眼睛。我要去陨仙谷，那是我的因果，我必须亲自去斩断。我陪你去。萧玉林毫不犹豫的食指紧扣住我的手，转头冲叶兰大喊：兰兰，去把咱们凌云宗库房里的顶级御寒法宝全翻出来，咱们凌云宗的场子得去极北之地震一震了。掌门看着我们，长长的叹了口气，随后却露出了极其护短的傲然笑容。去吧，记住，凌云宗永远是你们的后盾，极北之地又如何？谁敢欺负我凌云宗的宝贝徒弟，为师就算把这把老骨头拆了，也要杀过去给你们把天捅个窟窿。极北之地的风雪比修仙界任何传闻中描绘的都要刺骨与绝望，这里没有日夜之分，只有灰蒙蒙的苍穹和仿佛能将灵魂冻僵的暴风雪，风中甚至夹杂着丝丝缕缕能够扰乱心智的尖锐魔音。若非我们一行人修为扎实且心智坚韧，恐怕刚踏入外围就会被这魔音蛊惑的走火入魔，自相残杀。这什么破地方，连个落脚的挡风石都没有。冰冰，你冷不冷？二师兄的怀抱永远为你敞开，纯阳之体恒温发热哦。萧玉林一边用剑劈开挡路的冰冷，一边还不忘凑过来朝我抛媚眼。我毫不客气的一巴掌拍开他那张俊脸，但心里却因为他这番插科打诨，冲淡了不少对未知身世的紧张感。我们一行4人顶着足以将金丹期修士冻伤的严寒，跋涉了整整3日，终于来到了地图玉佩所指引的最终目的地陨仙谷的入口。然而眼前的景象却让我们全都沉下了脸，原本应该是无主之地，险象环生的谷口，此刻竟被一道流光溢彩、极其繁复的金色大阵死死封锁了。阵法前更是站着10几个穿着华丽白金长袍、衣摆上绣着繁复音符图腾的修士，他们神情倨傲，看着我们在风雪中略显狼狈的身影，眼神仿佛在看什么地上的蝼蚁。站住！瞎了你们的狗眼吗？领头的一个年轻男修鼻孔朝天，嚣张地拔出了腰间镶嵌着极品灵石的长剑，渐渐直指我们。此地已被我天音阁全面接管，闲杂人等速速滚出极北之地，否则杀无赦！天音阁，季霄师兄闻言脸色骤变，立刻压低声音对我们快速说道：大家小心，这是传说中隐世了上千年的超级宗门，据说他们底蕴深不可测，掌握着上古传承，极少在世间走动。没想到这次极北异动居然把他们给炸出来了。叶兰可是被凌云宗上下宠大的掌门千金，哪里受过这种鸟气？他当即双手叉腰，重剑往地上一砸，震得冰原都在发抖。什么破音阁？这陨仙谷是修仙界的公共禁地，凭什么你们说占就占？这地契是你们家祖宗写的，赶紧滚开，别挡着姑奶奶办正事。那男修闻言非但不怒，反而发出了一声极其刺耳的冷笑。他上下打量着我们身上凌云宗的统一服饰，眼中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轻蔑与嫌恶。
我当是谁这么不知死活？原来是外界那个自封的天下第一宗凌云宗啊！在你们那灵气稀薄的穷乡僻壤称王称霸，真把自己当盘菜了。在我们隐士天音阁面前，你们不过是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他猛地踏前一步，身上骤然爆发出金丹初期的强大威压，企图用境界的压制将我们直接逼跪在雪地里。最后警告一次，趁本少爷还没发火，带着你们的无知滚！萧玉林眼神瞬间冷若寒霜。他将我护在身后，手中的长剑发出一声清脆的龙吟，正欲上前教训这个狂妄之徒，但我却伸手轻轻按住了萧玉林的手腕。我死死盯着那个自以为是的南修，以及他身后那些用看细目光打量我们的天音阁弟子。就在刚才他们报出名号的瞬间，我体内那刚刚觉醒的玄冰玉骨竟不受控制的剧烈疼痛起来。那是一种刻在血脉深处，遇到宿世仇敌般的强烈排斥与恨意。我的直觉在疯狂叫嚣，我父母的惨死，我当年流落凡间被挖去灵根的遭遇，绝对跟这群高高在上的隐士宗门脱不了干系。乡巴佬，我推开萧玉林的护持，轻笑一声，缓缓迎着那金丹初期的威压走上前。每走一步，我脚下的冰雪便凝结成一朵晶莹剔透的冰莲。你笑什么？找死！南修见我不仅不退，反而敢直视他，顿时恼羞成怒，挥剑便要朝我斩来。下一秒，我根本没有废话，甚至连剑都没有拔，我只是缓缓抬起右手，毫无保留地释放出体内那属于玄冰玉骨的隐隐带着金丹天威的极寒本源灵力。冰封万里，我红唇轻启，声音比极北之地的暴风雪还要冰冷刺骨。随着我随手一挥，那南修脸上的嘲讽甚至还没来得及褪去，他引以为傲的金丹期威压在我的极寒之力面前，就像个可笑的肥皂泡般瞬间被冻结击碎。狂暴的冰霜之力在半空中化作一条长达数十丈、栩栩如生的巨大冰龙，发出一声震天动地的咆哮，直接以摧枯拉朽之势撞碎了他们布下的那道金色封锁阵法。轰的一声，剧烈的爆炸声中，那10几个天音阁的精英弟子如同断了线的风筝般被全部掀飞出去，重重地砸在坚硬的冰岩上，狂吐鲜血，手中的极品法宝更是碎落一地。你居然敢对天音阁的人动手？你知不知道死字怎么写？那带头的南修捂着凹陷的胸口，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眼中终于露出了恐惧。我踩着一地碎裂的金色阵法残骸，走到他面前，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眼神如看死物。回去告诉你们阁主，这陨仙谷，我凌云宗白冰进病了，不怕死的尽管来拦。越过倒地哀嚎的天音阁众人，我一直紧攥在手中的玉佩突然爆发出一阵前所未有的剧烈嗡鸣。在阵法破碎后露出的风雪深处，一座被更古老的禁制和浓郁到几乎化为实质的魔气交织包裹的远古洞府，缓缓显露出了它尘封千年的轮廓。那股呼唤我的血脉之力就在那里。穿过那道破碎的阵法，我们顶着令人窒息的魔气，踏入了那座尘封千年的远古洞府。洞府内部出乎意料的并没有风雪，反而被一层淡淡的冰蓝色结界笼罩着，结界将外围那浓郁的几乎要滴出黑水的魔气死死挡在外面。而在洞府的正中央，赫然端坐着2具晶莹剔透犹如极品冰玉雕琢而成的仙人遗骸，他们十指紧扣，哪怕只剩下枯骨，依然保持着将彼此护在怀里的姿态。在我踏入洞府的那一瞬间，我手中的半块嗡鸣的玉佩突然挣脱了我的掌心，化作一道流光飞向那2具遗骸。嗡的一声，玉佩悬停在遗骸上方，洒下大片柔和的光芒。紧接着，光芒中缓缓凝聚出了一对绝美男女的虚影。那虚影虽然模糊，但眉眼之间竟与我有7、8分相似。我的孩子，你终于找来了。那女子的虚影看向我，眼中满是化不开的慈爱与悲伤。我浑身一颤，眼眶瞬间红了，双腿如同灌了铅一般，扑通一声跪倒在遗骸前。你们真的是我的爹娘。男子的虚影长长的叹息了一声，他的声音仿佛穿透了千年的时光，带着无尽的沧桑与悲壮，向我们揭开了那个被刻意抹去的血腥真相。原来他们是隐士家族玄冰一族最后的传人，世代镇守极北之地的魔渊裂缝。1000年前，魔渊发生暴动，封印即将碎裂。为了天下苍生，他们夫妇2人不惜献祭自身全部修为乃至生命，强行修补封印。可就在他们最虚弱，即将功成身退的时刻，一直觊觎玄冰血脉的天音阁高层却暗中偷袭了他们。天音阁那群伪君子妄图抽干我们的玄冰本源，来助他们阁主突破化神期。母亲的虚影凄然泪下，我们拼死反扑，拉着他们几位太上长老同归于尽，用最后的一丝力量撕裂空间，将尚在襁褓中被他们伤了灵根的你送往了灵气稀薄的凡间。活下去，冰儿，不要报仇，只要你平安。随着最后一声呢喃，父母的虚影彻底消散，那2具晶莹剔透的遗骸瞬间化作2团最纯粹、最本源的玄冰之力，如同倦鸟归林般猛地涌入了我的体内。啊！我仰头爆发出一声痛苦却又酣畅淋漓的长啸，那股精纯的力量摧枯拉朽般冲刷着我的奇经八脉，
直达我腹部那层被白家夫妇挖出过、留有暗伤的灵根，残缺被补全，裂痕被抚平。原本平静的极北苍穹突然狂风大作，恐怖的雷云在洞府上方疯狂汇聚。这是属于我的金丹雷劫。退后，都退后！冰冰要结丹了！季萧师兄大惊失色，连忙拉着叶兰和萧玉灵退到结界边缘。我盘膝而坐，任由那水桶粗的紫霄神雷劈在我的身上。玄冰玉骨在雷劫的淬炼下爆发出璀璨的神光，我的修为如同坐火箭般疯狂攀升。金丹初期，金丹中期，金丹后期，直到雷云散去。我缓缓睁开双眼，瞳孔深处闪过一抹摄人心魄的冰蓝。我不仅彻底修复了灵根，更是一跃成为了金丹后期的大修士。然而，还没等我体会重获新生的喜悦，洞府外突然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结，没想到啊！玄冰一族居然还有余孽活着，这具充满力量的肉身，本王要了！轰隆一声，洞府的结界被暴力撕裂，只见那个逃亡的魔王分身，此刻竟附身在了一头巨大的极北冰熊身上，而在他身后，赫然跟着7、8个双眼漆黑、浑身散发着魔气的天阴阁长老。他们竟然为了力量，主动被魔族蛊惑了。天阴阁的长老居然甘愿做魔族的走狗。叶兰看着眼前这群曾经高高在上的隐士高人，此刻犹如丧尸般的模样，恶心的直反胃。废话少说，结阵！季萧师兄拔出长剑，神色凝重到了极点，战斗瞬间爆发。哪怕我刚刚突破金丹后期，实力暴涨，但面对一个狡猾的魔王分身，加上数名金丹大圆满甚至半步元婴的天阴阁长老的疯狂围攻，我们4人依然陷入了苦战。魔气与冰霜在狭小的洞府前激烈碰撞，气浪将周围的冰川削平了一层又一层。冰冰，小心背后！混战中，一名被魔气控制的天阴阁长老突然绕到我身后，手中淬满剧毒的法器直刺我的后心。我正全力抵挡魔王分身的正面攻击，根本来不及回防。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红色的身影猛地扑了过来，扑哧一声，利刃入肉的声音刺痛了我的耳膜。萧玉林死死挡在我身后，那件法器直接贯穿了他的左肩，黑色的魔毒瞬间蔓延开来。他猛地呕出一大口黑血，却依然死死咬着牙，反手一剑削掉了那长老的半个脑袋。萧玉林，我目眦欲裂，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捏碎。他转过头，那张平时总是没个正形的俊脸上惨白一片，却还强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哭什么？二师兄说过，只要我活着，就没人能动你。结，真是感人的同门情谊啊！那本王就送你们一起下地狱。魔王分身狂笑着，凝聚起一颗巨大的黑色魔气光球，带着毁灭一切的威压朝我们当头砸下。绝望的阴影笼罩了我们。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极北之地那灰蒙蒙的苍穹突然被人用一种极其蛮横的力量，硬生生从外面撕开了一条巨大的空间裂缝。感动我凌云宗的宝贝疙瘩，我看你们这群不人不鬼的东西是活腻了！一声夹杂着化神期恐怖威压的怒吼，如同惊雷般炸响，直接将那颗巨大的魔气光球震得粉碎。紧接着，一道道熟悉的身影如同天神下凡般从空间裂缝中踏出，是掌门、大长老、六长老，凌云宗的所有高层倾巢而出。师父，叶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乖，不哭，爹来给你们撑腰了。掌门一改往日那仙风道骨、和蔼可亲的模样，此刻的他眼神凌厉的仿佛能杀人。他奶奶的，敢伤我徒弟！六长老脾气最暴，二话不说，抡起一把比他人还高的大铁锤，化作一道流光冲入敌阵。只听砰的一声巨响，刚才那个偷袭萧玉林的天阴阁长老直接被砸成了一滩肉泥。大长老则是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葫芦里的酒，随后猛地将酒水喷在半空中的长剑上，万剑归宗，诛血。刹那间，漫天剑雨如同长了眼睛一般，将那些被魔气控制的天阴阁长老死死钉在了冰壁上。什么叫天下第一大宗的底蕴？这就是在绝对的护短和实力面前，哪怕是隐士宗门的长老，也只有挨打的份。就在我们即将把魔王分身逼入绝境时，天空中突然降下一道充满威严的金色光柱，一个身穿华丽法袍的虚影在光柱中凝聚，那是天阴阁阁主的跨界投影。凌云宗，你们好大的胆子，不仅杀我阁中弟子，竟还敢包庇盗取我极北重宝的罪人，立刻将那拥有玄冰血脉的妖女何传承交出来，否则我天阴阁必将踏平你凌云宗。阁主的声音高高在上，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傲慢。放你娘的狗屁！掌门一把将我拉到身后，手中长剑直指苍穹上的虚影，字字铿锵。你天阴阁当年干的龌龊事，真以为能瞒天过海？今天我凌云宗就把话撂在这儿，要战便战，我凌云宗哪怕战至最后一人，流干最后一滴血，也绝不委屈自家弟子半分。听着掌门掷地有声的话语，我眼眶湿润，心中的最后一丝阴霾被彻底驱散。我深吸一口气，轻轻推开掌门的手，上前一步。天阴阁阁主是吧？我抬头直视那道高高在上的虚影，体内的金丹疯狂运转，玄冰玉骨的力量被我催动到了极致，千年的血债
今天我先收点利息。我猛地拔出长剑，将所有本源之力注入剑身，一道长达100丈的冰蓝色剑芒冲天而起，带着冻结灵魂的极寒，直接斩向了半空中的金色虚影。你敢！在阁主惊怒交加的咆哮声中，冰蓝色的剑芒摧枯拉朽般将那道拥有元婴期威压的投影从中劈成了2半，化作漫天光点消散在风雪中。全场死寂。我持剑而立，衣袂翻飞，看着那些躲在暗处瑟瑟发抖残存的天阴阁弟子，冷冷吐出一个字：滚！天阴阁阁主的跨界投影被我一剑斩碎，残存的几个天阴阁弟子吓得肝胆俱裂，连滚带爬的逃出了陨仙谷。然而就在我们以为危机暂时解除，准备替萧玉林疗伤时，异变突生。原本被我们逼入绝境奄奄一息的魔王分身突然发出一声极其诡异的尖笑，那附身在冰熊身上的黑气如同沸腾的沥青，猛地扑向了地上那几具被六长老和纪萧师兄重创尚未死透的天阴阁长老的肉身。不好，他在吞噬金丹修士的血肉精元。大长老脸色骤变，连酒葫芦都扔了，双手飞速结印，企图用剑阵将其绞杀。可惜迟了一步，吞噬了数名高阶修士血肉的魔王分身，力量以一种恐怖的速度疯狂暴涨，他的体型瞬间膨胀了数十倍，化作一尊头顶苍穹、脚踏冰川的万丈魔神虚影。结，愚蠢的修士们，多亏了你们打残了这些养料，本王终于攒够了撕裂封印的力量。魔神虚影发出震耳欲聋的狂笑，他猛地举起巨大的魔爪，狠狠插入了极北之地最深处的那道无形屏障中。撕拉一声，仿佛布帛被撕裂的声音响彻整个修仙界。千年前我父母用生命修补的魔渊封印，在这一刻彻底崩塌。刹那间，天昏地暗，无数奇形怪状、散发着令人作呕恶臭的高阶魔族，如同决堤的洪水般从那深不见底的裂缝中疯狂涌出，天空被染成了血红色，修仙界迎来了真正的灭世浩劫。消息传出，天下震动，那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名门正派，包括刚刚被打脸的天阴阁，此刻全都没了脾气。在绝对的魔潮面前，他们只能将求救的目光投向了唯一敢于正面硬刚的凌云宗。凌云宗弟子听令，掌门立于半空，狂风卷起他的道袍，声音传遍四野。今日我凌云宗便是这修仙界最后一道防线，身后即是苍生，半步不可退。震天的呐喊声中，凌云宗全员参战。这是一场绞肉机般的惨烈血战。叶兰挥舞着重剑，带着外门弟子在魔潮中杀进杀出，硬生生砍出了一条血路。纪萧师兄和大长老联手布下诛魔大阵，将成百上千的低阶魔兵搅成飞灰。六长老的铁锤更是砸碎了无数魔将的头颅，而我作为世间唯一拥有玄冰玉骨的人，成为了这场浩劫的绝对核心，也成了完全体魔王的眼中钉。交出你的玄冰本源，本王留你全尸！魔王怒吼着，操控着毁天灭地的魔气风暴朝我席卷而来，休想动他！萧玉林拖着被魔毒侵蚀、尚未痊愈的半边身子，硬生生挡在了我身前。他燃烧着自己的本命精血，用纯阳之火为我撑起了一道摇摇欲坠的护法屏障。二师兄，我看着他不断吐血的背影，眼眶酸涩的发疼。别分心，冰冰。萧玉林没有回头，声音沙哑却坚定的让人心碎。去做你该做的事，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这魔头就休想碰你一根头发。看着同门浴血奋战的身影，看着萧玉林为了护我不顾一切的决绝，我体内的金丹疯狂震颤。前世我为了活命苟延残喘，最终却死于非命。今生我在凌云宗找到了家，找到了爱我的人。修仙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仅仅是长生不老、高高在上吗？不，修仙是为了手中有剑，能护佑苍生，更是为了心中有爱，能保护所爱之人。在这一瞬间，我心中的壁垒轰然倒塌，一股玄之又玄的大道法则降临在我的身上，我的双眼彻底变成了冰蓝色，满头青丝在风雪中化为雪白。玄冰玉骨，极寒领域开！我冲破了萧玉林的护盾，整个人悬浮在半空中，我将玄冰之力与凌云宗的护宗大阵完美融合，整个极北之地的温度瞬间降到了绝对0度。那些张牙舞爪的魔族，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便被瞬间冻成了冰雕，随后在狂风中化为齑粉。不，这不可能！你区区一个金丹期，怎么可能引动天地法则？魔王看着自己被一点点冻结的魔神之躯，发出了绝望的嘶吼。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身后是整个凌云宗。我双手握紧长剑，将毕生修为凝聚于剑间，一剑观寒19州，一道仿佛能劈开混沌的冰蓝色剑芒，带着净化一切的极寒与天地之威，自上而下狠狠劈开了魔神虚影的头颅。轰一声，在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中，完全踢得魔王灰飞烟灭。我没有停下，而是操控着那股庞大的玄冰本源之力，化作一道巨大的冰蓝色封印，重重地盖在了那道深不见底的魔渊裂缝上。风雪停歇，血色褪去，久违的阳光洒在满目疮痍的极北之地上，魔渊彻底被封印了。我力竭地从半空中坠落，
却落入了一个虽然虚弱却无比温暖的怀抱。肖玉林紧紧地抱着我，把头埋在我的颈窝里，声音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委屈。白冰，你刚才真帅，但是下次能不能别这么吓我了？我看着他满是血污却依然俊朗的脸，忍不住笑了，伸手回抱住他。好，听你的。战后，修仙界格局大洗牌，隐士天音阁因为勾结魔族、暗算忠良的丑闻被彻底清算，跌落神坛，而凌云宗则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宗，再无人敢有半点质疑。至于我，因为斩杀魔王、封印魔渊的盖世奇功，被整个修仙界尊称为冰月仙尊。半年后，凌云宗张灯结彩，热闹非凡。那是我的双修大典，大长老依然喝得酩酊大醉。这次他不仅走错了房间，还抱着门口的石狮子非要拜把子。叶兰在一旁嗑着瓜子，笑得前仰后合。掌门和六长老则坐在高堂之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萧玉林穿着一身大红喜服，牵着我的手，桃花眼里倒映着满天星辰和唯一的我。冰冰，往后余生，斩妖除魔是你，洗衣做饭是我，好不好？我看着眼前这个曾愿意为我付出生命的男人，看着满院子真心待我的同门，嘴角扬起了一抹最温柔的弧度。好。